提问：英国女王多有钱？有媒体统计过啊，老太太临终前大概有3.7亿英镑，将近34亿人民币。老太太呢，生前还玩投资，不过却在1995年的新加坡被一个28岁的小伙用日本股市给坑掉了80万美金，还把一直给老太太管钱的银行给搞到了破产。是不是有小伙伴以为咱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3句话就让女王给我花了80万的故事啊？No， 咱们讲的可是硬核故事啊，会涉及到中西方语境里投行的差异，日本和新加坡争夺金融衍生品定价权的过程，金融机构赚钱的策略，前互联网时代证券交易的方式，科技发展对证券交易的影响，泡沫后日本金融的抉择，员工的向上管理等等方方面面，可以说是超级硬核，全网最全，方便大家把老板搞破产呢。那就要看看阁下有多少斤两了。为了方便理解，咱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家能给英国王室理财的机构啊，它叫巴林银行，成立于1762年，是英国最古老的商人银行。那什么是商人银行呢？这里留个悬念，咱们先来看一下巴林银行当年有多牛逼。我读中学那会儿，世界史里有这么一个片段，说1803年美国仅花了1500万美元，就从法国手里买下了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折合每亩地还不到0.5美分，直接就让美国当时的国土面积翻了1倍，史称路易斯安那购地案。但课本里没说的是，当时美国压根儿就没那么多钱呢，只好想着发支国债去筹1125万美金，而这笔国债的主承销商就是巴林银行。正是靠着出买贷应投资新兴市场，巴林银行成功在1818年取得了欧洲第6大国的称号，仅次于英国、法国、普鲁士、奥地利和俄罗斯，甚至今天还被人追封为改变了美国经济、影响了世界地缘的银行。但甭管你巴林银行再怎么牛逼，到中国你只配叫证券公司，逼格瞬间给你打爆。咱们开头有说到过嘛，巴林银行是商人银行 （Merchant Bank）， 在现代金融业里，这一般是欧洲的称呼，广义上约等于美国的投资银行，约等于中国和日本语境下的证券公司。中国让巴林银行接地气，有人就要让巴林银行接地府。他就是尼克里森，一个坑了英国女王80万的男人，把老东家巴林银行搞到了大本中下记快递，上面摆下面记。而这事儿还要从日本说起。1985年9月，英美日德法签完广场协议后，日本股市一路猪突猛进，在1989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，触顶38957.44点。哪怕今天大家再怎么说日经指数终于掀开了失落了30年的棺材盖，但现实就是它至今也没回到历史的最高点呢。不过在泡沫里，巴林银行在日本的证券子公司那是吃到肉了，于是就想深耕亚洲4小龙和亚洲4小虎的市场。虽说当时距离太平洋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40多年，马来半岛上的银轮们也早已伏诛，但新加坡和日本却把战争引向了另一个次元，那就是金融衍生品。现在所有参赛者已经就位了啊！咱们看啊，有日本、新加坡、巴林银行和尼克里森，那谁最先下的手的？新加坡。1986年9月，也就是广场协议签完1年后，新加坡一看日本股市涨得可以啊，顺势就推出了日经225指数期货。日本一看懵了，合着我自己的股指期货还不是我最先开发的？你的良心大大的坏！但他们磨叽啊，直到2年后的1988年才批准大阪证券交易所上马日经股指期货。先发制人，后发则制于人，2年的时间差已经让不少金融机构扎根在了新加坡。他们一看那头日本要开始争夺定价权了，就知道自己可以坐收渔利了。咱们想啊，那个年代别说互联网了，连第一条短信那都是1992年12月才发出来的，所以买卖证券很麻烦。2个交易所之间又有距离、时差等等的限制，那有的时候价格就没法及时同步出来，这就曾因为欺诈被英国相关机构拒绝授予经纪人从业资格。调查后才发现，表面上说自己一心为公的尼克，账户里却躺着3500万英镑，世人称他为流氓交易员。9个月后，金融流氓被引渡回了新加坡，判刑6年半。出狱后对南方周末说：“我应该去中国找份工作。”1年零2个月后，仅剩下一口气的万国证券和申银证券合并重组，十多重新出发。经此一役，投资人才发现，为了和日本争夺金融衍生品市场，新加坡相关交易所放松了对会员的监管，于是不再信任，又纷纷回到了日本。日本终于在2005年控制了日经225指数期货超过1半的份额，夺回定价权。卫东早已不在人世，但尼克尔却生活滋润，直接开了个叫尼克里森的网站，专门开讲座，教导机构要如何防范金融风险。巴林曾有无数次机会自救，尼克尔也曾有无数次机会自救，甚至于可以说每个酿成大祸的金融事件背后都有无数次的自救机会，仿佛资本市场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可说，只回荡着一句魔鬼的低喃：永远不要拿利益去考验人性。